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主题，很有趣的事儿。你知道加拿大很冷吗？加拿大真的是一个很冷的国度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主题，你了解加拿大吗？加拿大是不是一个很冷的国度？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因为在我们中国，在各地生活的人一说起加拿大，都有一个明确的印象，加拿大在北面是一个很冷的国度，加拿大是非常冷的，冬天漫长，要穿着大棉袄，出门很不方便，大雪纷飞。大家的这个印象没错，如果用自然的角度来说，加拿大的冬天确实是比较冷。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，当一个人生活在这里的时候，当这个国家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，那么自然的冷是不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真正冷的感觉呢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。我来自中国四季如春的昆明。说到昆明，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那里非常的好，4个季节都像春天一样，不冷不热。按理说我对加拿大这种很冷的气候会有一种另样的看法。是的，刚出国的时候是这样，但是出国30年以后，我发现我更喜欢加拿大这里的气候，胜过四季如春的昆明。我小时候脚上会生冻疮，冬天虽然没有在零下，都是在零上几度，非常的冷，盖着2层大被窝，被子很厚，而且很凉，动也不敢动。想想出国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听说过加拿大这么冷的地方有人长冻疮，没有，我也没长过。所以就感觉到很奇怪，为什么加拿大这边的情况完全两样呢？在加拿大的冬天，所有的人都是穿一条裤子，他们不穿秋裤的，他们对秋裤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。他们不穿棉毛衫，在加拿大穿棉毛衫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，因为穿棉毛衫在家里太热，出门顶几分钟也没用，所以加拿大人的服装就是一个单裤、一个衬衫和一件外衣。夏天几乎都是一个 T 恤衫，冬天这个外衣呢就是一个棉衣，而这个棉衣虽然说是很厚，但是也就是挡风的。我说这个可能我们的国内的很多朋友不理解，说怎么会这样？这是因为加拿大这边的情况有很多的不同，因为在加拿大天气有时候是很冷的，特别是到冬天零下30度也有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如果是生活在加拿大的主要几个城市，我说的是温哥华，我说的是多伦多和蒙特利尔。如果再往北面，那是比较冷，但是我们中国人住在北面的很少，移民也很少，当地人也不多，所以如果说加拿大的气候，就应该以这3个省、这3个地方的城市作为代表。温哥华的冬天不冷，主要是有雨，冷一点，但是是可以克服的。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差距不大，冬天是有冷的时候，积雪的时候，但是出门非常方便，
加拿大的生活就是出了门就开车，开了车就进工作单位。如果你没有车也关系不大，你可以坐公车，所以在外面的时间很少，感受寒冷的机会那是更是很少。所以你穿条秋裤到了单位上你会受不了的。加拿大的屋里很热，加拿大人对冬天的向往是很浪漫的，他们喜欢在窗子上看到外面大雪飞纷，甚至很冷，但是屋里边的暖气十足，光着屁股。很多加拿大人有裸体在家里生活的这种习惯，在家里边穿的很少，一条短裤，然后喝着啤酒，看着窗子外的大雪飞纷，多么浪漫。如果你穿条秋裤出去在门外面走一走可以，如果你是个工作的人，出门就坐车然后去工作，到了单位你穿秋裤不行的，因为太热。这里说到这里，我呢就有个小故事。什么故事呢？就说世界上我们中国人都说秋裤，中国人特别爱穿秋裤，中国的人冬天没秋裤穿那是不大可能的。特别是中国的南方，冬天没有雪，但是很冷。就是我们昆明，我现在从来都不冬天回去的，因为太冷。尽管是零上几度，我冷得不得了，受不了，因为没有暖气，所以睡觉要穿着秋裤的睡。这讲给老外听，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。老外的秋裤就是穿着出去运动的，甚至是时尚的。这里说一说吧，秋裤这东西在中国很流行，但是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秋裤是我们加拿大人发明的。说起来很有意思，在1915年12月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加拿大人叫 Frank， 他发明了秋裤，而且正式申请了专利。那么秋裤的出现呢，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段时间出现的。最初是女性穿着连衣的那种秋裤，球衣吧，就是这样的。后来呢，大概是在1868年的时候就出现这种连衣的秋衣。到了19世纪20世纪初呢，这个东西呢就普遍了，男的也开始有穿的。但是在概念上，西方人的秋裤和中国人的不一样，他们的秋裤是锻炼身体的，是用于出外活动而进行的。在加拿大那么冷的地方不穿秋裤，你想不到，你想不通，但这就是事实，因为这里很方便。那么按照这样说来，加拿大冷还是不冷呢？我出国30多年的感觉，我觉得加拿大这个地方的气候特别适合生存，谈不上冷，而且也谈不上热。你说冬天有点长，是的，但是你不会感到多么的艰难，屋子里边很暖和，很舒服。你说夏天短吧，但是一点也不热。夏天如果超过30多度，35度以上，就是这么几天。所以夏天当我在这里舒舒服服去旅行的时候，我常常看到我们国内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热得要死，怎么。我感觉到加拿大的这个气候真的好。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的意思呢，就是提醒大家不要了有一种误解，觉得加拿大很冷，出门就是大衣服，然后怎么样？不是的，加拿大冬天是有一件大衣，有一个 T 恤，还有一条裤子，足够了。加拿大人不穿秋裤的，
加拿大人对秋裤虽然是他们发明的，但是他们没有中国人秋裤的那个概念。真正讲究穿秋裤是我们中国人，因为我们国家地大物博，然后各个地方的生活条件不一样，很多地方到了冬天不穿秋裤是不行的，因为他要靠秋裤出门干活，回到家里没暖气怎么办？还得要靠秋裤。所以有些想法，当我们对一个地方的认识的时候，如果是仅仅从自然的环境来这样说，可能不完整。这是一个科普，也是一个知识，也是了解加拿大这个地方的气候。可能你有想移民加拿大的想法，可能你想知道加拿大气候怎么样。我今天告诉你，加拿大的气候非常好。我觉得冬天对于我来讲虽然长一点，但是我不冷我也不热，我在家里边，我在工作单位非常的方便，我很自然的感受着一种真实的生活。夏天那就别说了，那是非常舒服的，夏天的加拿大真的很舒服。所以现在我从来不春节或者是冬天回国的，尽管我的家乡，我的城市是昆明，四季如春的地方，那里并不适合我冬天回去。好了，今天我就做一个我个人的想法的科普，也就是说我的感受。如果你想移民加拿大，如果你想来加拿大生活，亲爱的朋友，不要怕，这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这里非常的容易适应，不会让你很冷，也不会让你很热。当然我们不否认加拿大的一些难处，如果你在加拿大生活，你是孩子，你会最喜欢这里的冬天，有雪，好热闹，对吧？如果你是一个一般的工薪族，那也没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有汽车，那可能是个麻烦。加拿大的冬天开车是有点麻烦，最麻烦的是停车，就是铲雪。如果你的车子没有车棚，你没有自己的车位，那么你就得铲雪。所以我感觉到冬天对我来讲，这么多年我感觉到最难受的那一段时间，就是没有车位，就停在路边铲雪是最辛苦的，其他的真的说不出什么来，很方便。那行，我们冬天再见。现在秋天快要来了，你冬天来加拿大吗？希望你适应这里，也希望你了解加拿大的冬天。